在上一期介紹 Advanced URI 加上 Shell Commands 來達成用最少的點擊而能夠快速的開啟設定視窗的方法。經由網友的提示呢，我們其實有更方便的一個方法來做 Quick Add 的聚集。透過這一個方法呢，我們就可以不必再使用 Shell Commands， 而是直接在聚集的腳本裡面直接使用 Window.Open 的方法開啟這一些設定的視窗。以下這一支影片就是來做這一腳本的修訂的一個說明。在上一次的影片裡面，我們主要是透過 Advanced URI 的 Setting ID 的這個參數來接收 Obsidian 系統的設定的 ID， 或者是第三方外掛的設定的 ID。這樣子透過 Obsidian 冒號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很快的來開啟設定的視窗。在上一次使用 Quick Add 的聚集裡面，主要是透過 Advanced-URI.js 這一個聚集的腳本。那在這個腳本的最後面，我們是使用 Utility.setClipboard 這樣的方法，把我們在選單裡面選擇要快速設定的外掛，或者是某一個外掛選項的 Setting ID 給儲存到系統剪貼簿裡面，然後再透過 Shell Commands 的大括號 Clipboard來直接執行它。網友有提示了另外一個更好的方法，就是其實我們在 Quick Add 的腳本裡面直接可以用 JavaScript 的 Window.Open 這一個函數，就可以直接把 Obsidian 冒號的這個網址給直接打開了。我們只要直接打開了這一個網址以後，很快的就可以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開啟特定的一個設定的視窗了。那因此我們主要就是來做這一個修改，然後同時呢，我 Quick Add 裡面聚集的設定的方法也需要做一些變動。如果你不曉得怎麼做聚集設定的話，可以接着再往下來聽後面的操作步驟。那如果你已經知道了這個 Window.Open 要怎麼去做修改的朋友們，就可以直接去修改 Advanced-URI.js 来讓你的 Obsidian 可以很快速的開啟你自己需要的設定視窗了。以下就是來設定 Quick Add 聚集的一個方法。首先我們在檔案總管裡面到 Obsidian 的儲存庫的任意一個資料夾來新增一個 JS 的檔案。那這一個就是我們 Quick Add 裡面要用的 User Scripts 的這個檔案。那我建議大家可以把所有的 JS 檔案都放在獨立的資料夾裡面，這樣子方便以後的所有程式碼可以有一個集中管理的地方。那我直接用命令行來操作。我现在已經在我的 050-scripts 這個資料夾裡面了。那這個資料夾所有我使用到的 JavaScript 的程式呢，都是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這邊提供的這個內容把它給複製起來，Ctrl+C 把它貼到系統剪貼簿裡面。我使用記事本我們建一個，比如說叫做 Advanced-URI2.js 一個新的檔案，我要建新的檔案，然後把剛剛複製的內容整個完整的貼進來。然後這邊要注意，就是因為我們這邊的檔名，我是覺得把它都改成同樣的名稱以後維護上會更簡單一點。因此我們就把這個裡面的函數的名字從底線 URI 都改成底線 URI2。這樣子設定完畢了以後，那請大家注意你的貼進來的這個 Obsidian 冒號這個網址你要根據你自己使用的儲存庫的名稱來把這個 MOC 這個名字給換掉。這個應該是你自己的儲存庫的名稱。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這一個腳本檔以後，我們就再回到 Obsidian， 然後進入 Quick Add 的設定視窗。在 Quick Add 的設定視窗呢，首先我们要先來產生一個新的聚集，就點擊這個 Manage Macros， 移到最後面在這邊輸入一個聚集的名稱。那我的慣例是我的聚集會用 Macro 帶頭，比如說我們這個叫做 Advanced-URI2，然後名稱輸入完畢以後呢，點擊這個 Add Macro， 這個聚集產生出來以後，我們就再點擊這個 Configure 進來做它內部的設定。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新加好的聚集，然後接着我們在這個 User Scripts 這邊來挑選我們剛剛加進來的這一個 JS 檔案，它列在第一個 Advanced-URI2。選擇完畢以後呢，點擊這個 Add， 我們加好的聚集呢就會顯示在這個上面。那這樣子我們這個聚集就已經建立完畢了。那接着我們要再回到上一層Quick Add 的上一層，在這個地方的右邊，我們剛剛是點擊左邊這個 Manage Macros 去建立了一個新的聚集。現在我們要把 Quick Add 的選單新增一個選擇項目，因此我們在這邊要來做一個選單的選項。那所以我們到最後要做這個 Add Choice。那因為我們現在是使用聚集來做它的一個選項所以我們這邊要選擇 Macro。那這邊是輸入我們的 Choice 的名稱。假設我也是一樣用 Macro 帶頭，然後我給它 Advanced
URI2，這個名稱都是你可以自己去設定的啦，你只要能夠辨識出來就可以。所以我們這邊這個是選擇 macro， 然後它給一個 macro 的名稱，然後接着再把這個 choice 給新增進來，它就會加在這個最後面。那在加在最後面以後呢，我們記得要來對它的內部來做一個修改，因為這一個 macro他還不知道要使用哪一個巨集，因此我們要在這邊指派好一個巨集給他，然後我們就找到我們的 Advanced URI2，選擇好以後，這樣就是我們已經設定完畢了。如果希望能夠在 Obsidian 的命令面板裡面找到這個巨集的話，我們記得要把這個閃電符號給點擊起來。那有了這個閃電符號呢，我們就可以指派一個快捷鍵給這個命令，接着我們就可以直接再進入快捷鍵的設定，我們来給我们刚刚的那個 Quick Add 的巨集一個快捷鍵。在這邊呢，我們就可以選擇 Macro， 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剛剛新加好的這個巨集了。那我們就給它一個熱鍵，比如說假設我把它叫做 Alt 跟 W， 那沒有衝突。如果有衝突的話，它這個會變成是一個紅色。有了這個以後呢，關閉。我們要做快速的設定的時候呢，現在就可以按下 Alt W， 那它就會出現我們的剛剛的那個 JS 裡面的那些選項。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馬上，比如說我要做這個 Quick Add 的外掛的選項設定，它就直接跳到 Quick Add 裡面來了。那這個選單其實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JS 裡面是透過這個 Quick Add API 裡面的 Suggester 這個函數來做的。這個 Suggester 呢會接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呢就是我們這個 AText， 就是顯示出來的字串，然後後面這一個第二個呢就是它的值，就是我點擊了這個 hotkeys 以後，它會傳回小寫的 hotkeys， 那這個 hotkeys 呢就是 setting ID， 因此就會被組織在這個地方，然後我們就會形成了一個完整的 Obsidian 冒號的一個網址，然後再用 window.open 就可以把這個設定給開啟起來了。好，那以上就是簡單的再補充一下上一次我們沒有特別再講清楚的這個 Quick Add 的巨集怎麼透過 window.open 來做，這樣子希望大家可以更快的來使用這個快速開啟設定的功能。那以上就介紹到這邊，如果大家覺得我對 Obsidian 的解說對你的做筆記的經驗或是技巧上能夠有一些幫助的話，那請記得大家盡量幫我分享、按讚、訂閱，謝謝各位。